他嫖娼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不想活了，那就死去吧，不活了。回头把家、产业、钱都留给他，回头让他找一个比你还年轻的、比你还漂亮的，都给他，死吧。这是一段母亲开导女儿的经典对话，也是一堂价值连城的婚姻博弈课。警察荣誉里，周家大女婿孙有光嫖娼被抓，还在会所办了120万的会员卡。大女儿周聪哭着跑回娘家，以为全家人都会站在她这边，替她撑腰。父亲在得知女婿嫖娼的那一刻，气得手都抖了，拍着桌子骂孙有光不是东西。这就是典型的父亲式反应，讲原则，讲骨气，讲道德底线。在他眼里，女儿受了委屈，当爹的就得替她出头，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。毕竟嫖娼是对婚姻的背叛，而且一个男人能拿着120万去会所办会员，这说明他早就不是第一次了。从道德层面讲，父亲一点错都没有。可问题是，婚姻这件事儿从来不是只讲道德就能解决的。让一个嫁了多年的女人说离就离，孩子怎么办？财产怎么分？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这些问题拍桌子是拍不出答案的。再看母亲，周母听完女儿的哭诉，第一反应不是生气，是冷静。她先安抚了女儿的情绪，因为一个情绪上头的人是听不进去话的。但是这件事对女儿的打击显然很大，她的情绪没有平复下来，反而越来越极端。我也不想活了。不想活了，那就死去吧，不活了。回头把家、产业、钱都留给他，回头让他找一个比你还年轻的、比你还漂亮的，都给他。母亲对女儿极端想法的顺从，反而让女儿被冲昏的头脑冷却下来了。当一个人随口说出的气话得到了旁人的肯定甚至怂恿时，这句气话也就不作数了。母亲看女儿还知道问题的严重性，把女儿带回了房间。你这个事儿出了，你该干嘛？不是离婚，你是现在应该把把柄拿在手里。母亲比女儿多了那么多年的人生经验，看男人和婚姻当然比女儿更透彻。婚姻并不是全部由感情维系的，每一段关系里其实都存在博弈和制衡。现在既然孙有光犯了错，那女儿站在道德制高点，就可以为自己争取利益了。离婚谁不会离？多容易啊！你现在离了，行，你离了你不得再找啊？你找，你弄个拖油瓶人老珠黄的，你还能找到孙有光这样的条件吗？你找着了，行，你能保证他不跟孙有光一样出去嫖，出去找别的女人？你给我保证。孙有光是开公司的老板，住大房子，出手阔绰，给丈母娘买的首饰都是最贵的，120万的会所会员卡，他说办就办，说明他的家底远不止这个数。周母的逻辑很简单，男人出轨了，你跟他离婚，最后能得到什么？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就能保证不出轨吗？所以不如忍下来，把家里的财政大权拿过来，他在外面玩他的，你在家里当你的富太太。或许这听起来并不符合很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畅想，也不符合朴素的道德观，但是周母活了大半辈子，她太清楚婚姻的真相了。一旦进入婚姻，爱情的保质期会迅速消耗，到最后拼的就是谁手里的筹码多。在她看来，跟一个有钱的男人耗着，总比跟一个没钱的男人重新开始强。而周聪一开始哭着喊着要离婚，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，被母亲这么一分析，他开始犹豫了。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年轻的时候觉得爱情大过天，背叛了就必须分手，可真到了结婚生子的年纪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一句我不跟你过了就能解决的。婚姻就像一件衣服，刚买的时候崭新漂亮，穿久了总会起球掉色，有的人嫌难看就扔了，有的人觉得还能穿，扔了的人未必潇洒，留着的人也未必窝囊。只是不管怎么选，都不要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另一个人身上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曾经说要爱你一辈子的人，会不会哪天就会在会所里刷掉120万。